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哈。今天是第2491题，所谓的 divide players into teams of equal skill。好，那它的题目大约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有一个正整数的一个阵列，就叫 skill，它的那个长度呢是偶数，那 skill 在 i 的值呢，代表就是第 i 个玩家他的 skill。那基本上呢，这些玩家呢，你要把它分成n的队伍啊，每个队伍的 size 当然是2了。所以当然是偶数嘛，好，n 当然是偶数。使得他们的skill 的和呢，也就是说在 team 里面 skill 的和呢是相同的。好，那么他的问题是问，每个 team 啊，它有一个所谓的chemistry 化学，都代表就是说他们这两个 skill 的那个成绩啦。好，那所以他要去返回这是 chemistry 的总和。如果没有办法去分成这样的一个 team，那就返回-1。OK， 那我们来看它这里的一个例题。好，像第一个例题，它答案是22，我们看它是怎么分的。基本上，它根据它这里面的数值，所以1、5合起来是6，2跟4合起来也是6，3跟3合起来是6，所以呢，每个 team 的 total skill 当然是6啊。这个当然你要先能够分成 teams 啊，如果不行的话就返回-1，然后再将它的所谓的 chemistry 成绩的和把它算出来，所以答案是22。那如果呢，它只有2个，那就很简单，3跟4就乘起来就12这没有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它是没有的它是没有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分成这样的 team 怎么分都不可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constraints，它 skill 的长度是介于2到10万之间10的5次方。那 skill 的 length 它一定是偶数所以你都一开始这个可以不用去检查了。那 skill 的值是介于1到1000之间，所以根据这个 constraints， 我们其实可以用所谓的 counting sort 来解这样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去解。好，那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个 note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解决方式大概有几个步骤。当然，它当然是用所谓的贪婪演算贪婪演算里面呢，它有大概几个步骤。第一个当然是先把它这面的所谓 skills 它的总和把它算出来。那因为我们打算是用所谓的计数排序当然后面至少用到前面计数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frequency count 的一个步骤会用到。那我们同时也计算它里面的最大值跟极小值然后再用所谓的 two pointer 的一个方式那类似下面这样C++的之前我们的解答这样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就根据这样的一个 note 我们来用 Python 来实做那步骤1跟2呢，其实原则上来讲我们在这边的话，我因为根据它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可以先设 frequency
的值一开始全部都是0，那基本上它的 skill 的根据它的 constraint 它是1到1000，所以这边我们就乘以1001。好，然后我们透过我们要考虑它的一个总和，总和的话，我们就用大写的 sum， 然后我们有极小值、极大值。那 sum 一开始当然是0，然后 min 的话一开始我们当然先给1000，极大值一开始我们就先给1。好，那透过一个回圈，我们其实就可以将步骤1跟2就把它完成。我们用一般的回圈，所以x 呢就是在这个 skill 里面。好，我们的 frequency 在 x 的值当然就加等于1。那我们的 sum 也是将 x 把它加进来。好，再来我们的 min 就是取 min s min 跟 x 的 min， 那 x max 就是取 max， 这个当然就是 x max 跟目前的 x 这样去取。好，那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一个部分。那我们当然要看它在一些情况之下，它会所谓的 early start。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再设一个变数，叫做 n underscore 2， 它基本上呢，它就是skill 的 len 除以2啊。那我们看看它是不是一开始它就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呢，我们的 sum 去骂掉 n underscore 2， 如果是不等于0的话啊，如果它不整除的话，那这个基本上它那个 things 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就 return -1。好，那所谓的 thing skill 也就是每个 thing 它的那个总和，基本上呢，它应该是值应该是 sum， 就是除以这个 n underscore 2， 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所以下面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根据左边的方式啊，我们再把它改写成Python。然后，所以下面我们这边就是改写所谓的 kmin chemin 开始值是0，然后我们的 L 的初值它是从最小 S 当中的最小的，我们用一行来写好了。L 跟 R 的值是 L 是从 x min 开始，那 R 是从 x max 开始。好，那基本上呢，这边我们透过 Python 的话，当然就用 while loop 去写，所以当 L 只要是小于 R， 我们都去进行这个 loop 里面的事情当然，我们要计算 L 的 frequency， 我们这边就设 FL。那
R 的 frequency， 我们这边就 FR， 那分别当然就是 frequency 在 R 的值以及 frequency 在 R 跟 L 的值哈，这边 OK， 这边应该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的 R 加 L 加 R 呢，如果不等于我们的 Tin Skill， 就代表这个出问题了，就那个 Tin 就没办法煮了，或者呢，它们的 frequency 不相同，这个也没办法配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就直接就 return -1。好，我们的 k-mean， 那么就加等于我们的 frequency 的值，再乘上 L， 再乘上 R。这个在计算上当然会比较快一些。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L 要往上加1 ，R 要往下减1。那问题是我们这个有可能到后来，你跳出回圈的时候呢，L 跟 R 它是相等的，那个就代表中间它会会有汇合的地方啊。所以如果 L 等于R 的时候呢，那我们这边就要考虑，如果呢 L 等于 R， 而且呢，也就是 L 的值2倍，它又刚好是等于 Tin Skill 的话，这个代表我们当然要把中间那一项也要把它加进来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将 k-mean 要加等于所以我们的 frequency 在 L 或 R 反正都一样的值，要除以2，再乘以 L 的平方那这样应该就好了其他的话，它中间刚好如果是最后跳出回圈 L 跟 R 是不相等，那当然就不用处理。所以最后我们的答案应该就是k-mean。好，我们看看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执行一次，有一点问题。好，主要的问题是在刚刚这边这边一个小 bug 那我们将这个 x 将它弄成大写当然后面就第一次没有让对。好，那经过出错之后，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然后这3个 case 都 OK。好，我们 submit。所以它这样当然是不快了因为我们用2个回圈去做，我们把它弄在这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完全照我们之前 C++ 的一个方式去做至少这是 OK 的。好，那我们来看 C++ 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逻辑，那我们让它执行。submit，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采用 C++， 甚至14毫秒就完成了。好，那我们就谈到这里。